学，我们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学了几个青蛙的故事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已经学过的青蛙的故事作为范本，把这些故事用 eLand 这个软体，让它能够同步的播放出来，让我们感觉到，哇，这个青蛙的故事，它可以每一个词，它的语速怎么样一一的对应，跟这个声音可以搭配起来，让你觉得，哇，我的青蛙的故事活起来了，我的青蛙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子分析出来。所以在这个单元当中，我们会告诉你怎么使用eLand这个软体，将故事播放出来。好，各位同学，现在你要制作一个属于你的故事咯，你的任务会更加的有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同样有几个问题要询问我们的何老师。老师，请问印尼语的动词词缀有哪些呢？印尼语的动词常常呢，它是长长的一串，长长的一串，那我们就要将它做分解的动作。分解的时候就要找出它的词根，然后要找出它的前缀，找出它的后缀，这样你就知道它的动词词缀有哪些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老师，那我还有个问题，只有动词才有词缀吗？那名词呢？非常的聪明，名词跟动词一样，也是长长的一串，长长的一串也要用你的小刀把它给切一切，把它的词根切出来，前缀后缀一起切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出啊，原来这每一个词是怎么组成的。原来如此。老师，那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印尼语呢，它有好多介系词哦，可是有一些动词它又有方向性，好复杂。老师，你可不可以讲解一下呢？所谓的介系词呢，就是告诉你在上、在下、在前、在后、在左、在右等等，对不对？那同时呢，印尼文的这些介系词自己可以独当一面，作为动词来使用。那另外呢，它的动词本身也具有方向性，譬如说，它会说这个动词发生在那个地点，它就会用一个后缀来告诉我们这个动词发生的处所，这时候就不用借助介系词了。原来如此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，同学你的任务要来想想看咯。根据本文的内容，你可以看出印尼语何时会使用量词呢？还有，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学会使用eLand软体，让青蛙的故事发音跟文字可以同步播放，让你也可以成为故事的主播。